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即将于6月2号至4号在新加坡举行，各方高度关注中美防长之间是否有所互动。就在会前，美国媒体主动放风称，中方拒绝了美方有关中美防长相会期间举行会晤的要求。与此同时，外界注意到，就在相会期间，美日菲3国联合军演也在举行。5月29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声明称，曾于5月初邀请李尚福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会面，但就在当地时间28号晚，中方已经拒绝了美方的有关要求。声明还称，美国防部相信，为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保持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开放的军事沟通渠道很重要。此外，该报道还援引美国防部官员的话称，中方此次的态度异常直率，因为在过去类似的会谈往往在最后一刻才敲定。去年奥斯汀的几场会议，甚至是在会前几个小时才决定的。事实上，每逢国际重要会议前夕，美官方通过媒体放风，企图以此向中方施压的做法屡见不鲜。实际上，美国的这种行为的逻辑，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也就是说，其实是他做错在先啊，但是呢，他又非常善运用他在国际上的这种话语权，还有舆论的影响力。所以呢，美方这种做法，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反映出来他这种霸权主义的这样一种思维逻辑。也就是说，我在需要向你寻求合作的时候，你必须得无条件的来配合我，而他却不管这样一个是非曲直，或者说这样一个会谈的前提存在不存在。对于美国国防部的说法，在30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当前中美两军对话面临困难的原因，美方是清楚的。美方应当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关切，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展现诚意，为中美两军对话沟通创造必要的氛围和条件。根据美国媒体的说法，中方拒绝的原因是2018年美方对李尚福实施的制裁。当年9月，美国以所谓惩罚中国从俄罗斯进口苏35战机、S-400导弹系统为由，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以及时任部长的李尚福实施制裁。中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并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中方指出，中美之间保持沟通的关键是美方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在前段时间的所谓气球事件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多次宣称希望跟中国防长进行电话沟通，但中方不接电话。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相关议题也被反复提及。事实上，继拜登之前声称的中美关系将改善后，美方至今仍没有取消对中国防长的制裁。不久前，在日本广岛举行的G7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谈及中美关系时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并不打算与中国脱钩，他们正寻求降低风险。他还信誓旦旦地称，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就会得到缓和，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结束对中国防长的制裁。然而，拜登发表此番言论后不久，美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就出来唱反调。他称，并不存在这样的选项。对于美方的矛盾说法，发言人毛宁曾回应，美国一边说要沟通，一边却不择手段地打压遏制中国，对中方的官员机构和企业实施制裁。毛宁反问美方，这样的沟通诚意和意义何在？外界注意到，进入5月以来，中美双方之间的气氛正发生着细微变化，双方高层官员之间开展了频繁互动。8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会见美驻华大使伯恩斯。10号至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和建设性的长时间会晤。随后，商务部长王文涛接连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此外，5月25号，中国驻美大使谢锋会见美国副国务卿纽兰。有分析指出，相较于外交、经贸领域，中美军方高层的交往更加敏感。而当前中美之间的互动，也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重返正常轨道的关键节点，只能说明中美在往这个方向上努力。至于是否能达到双边关系的稳定，还要先观其行。他在这个言语上说我想要跟你合作，但是背地里呢，却在搞一些小动作在搞这个所谓的竞争、所谓的对抗，那么出现言行不一，这个我们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的诚意必须要体现在他言行一致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说美国需要
进一步的去真正的放松对于中美各个层面交流的所人为施加的各种障碍和阻力。香格里拉对话简称香会，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于2002年开始举办的多边论坛。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将于5月31号至6月4号应邀出席对话会，并访问新加坡。会议期间，李尚福将就中国的新安全倡议议题作大会发言，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访新期间，李尚福还将与新政府和防务部门领导举行会见会谈。根据大会日程安排，李尚福的发言安排在6月4号早上8点35分，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6月3号发表讲话。由于此次是李尚福首次参加香会，外界高度关注。据悉，他在大会发言的主题是中国的新安全倡议。此前的2月份，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香会自主办以来，中国议题一直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少不了面临一些国家的恶意指责。根据《环球时报》报道，今年中方代表团依旧是一个包括解放军顶级院校专家在内的多部门组成的高规格团队，他们将对外表达中方的鲜明立场。实际上呢，我们近几年也基本上就是一个态度，就是说你要想谈一些事情有一些合作空间的话，可以继续合作，但是对于一些核心利益，就是把握自己的利益。据悉，来自40多个国家的国防和安全机构的近600名代表将出席今年的对话会。除了美西方军方人士外，还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不少东盟国家。每年的香会，各国都会在此期间展开双多边外交。据日本共同社30号报道，美日澳非4国拟借香会之机举行4国防长的首次会谈。本月初，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美国期间，双方不仅同意加强军事合作，还在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小三边机制，欲拉拢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组建小圈子。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拉拢日澳非等国组建军事小圈子的步伐正在加大。菲律宾海岸警卫队29号发表声明称，将于6月1号至7号与美国、日本在巴丹省马里维莱斯港口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澳大利亚也将作为观察员加入。路透社称，这是美日菲首次联合军演。菲方透露，海上演习不仅有反海盗模拟演习，还可能包括对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船只的拦截演习。彭博社报道称，在中美竞争升温之际，美日菲这次演习是美国与其亚洲盟友合作的最新展示。上个月，美菲刚刚结束了为期18天的最大规模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有分析指出，这次美日菲联合演习意味着美国要把双边军事机制打造成多边军事机制，进一步扩展美菲之间的军事同盟，将日本纳入进来。对此，外交部此前已多次强调，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的家园，不应当成为域外势力的狩猎场。南海的和平稳定关键在于地区国家坚持相互信任、团结合作，把妥处分歧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在亚太和印太地区的这种设置呢，基本上就是以几个核心盟友作为一个这个地区的小型的战略同盟。军事同盟，那么为他未来在印太区可能出现的他认为的这种冲突也好、战争也好做准备。好，消息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国务委员兼防长李尚福将军周三起将率团出席香会并访问新加坡。香会期间，中美防长是否会见面备受关注。那您对此怎么看？李尚福将军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且将就中国的新安全倡议议题做大会发言。此外呢，还要与会的其他国家的代表团的团长举行会谈。中美防长是否在香会期间举行会谈，是国际媒体广泛关注的。在今年2月份的气球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处于困难的状态。美国方面呢，多次发出声音，希望与中国加强对话。尤其是此次香会之前，美国的防长奥斯汀邀请与李尚福将军会面。从表面来看呢，美国是急于恢复与中国的对话，
尤其是军方高层的联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李尚福将军在2018年遭到美国的制裁，这本身就是美国滥用制裁的拙劣的做法。此外呢，李尚福就任国防部长之后，美国没有撤销制裁，反而提出不撤销制裁不影响两军高层会面。美国的这种傲慢的做法当然不会得到中国方面的回应。中国的要求很简单，对话和磋商要平等有诚意，解除制裁是基本的前提。对于中国的立场以及其中的原因，国际社会呢是知晓的，但是我们也要警惕美国的舆论炒作，对中国抹黑和甩锅。美国的媒体普遍是选择性的报道，美国政府发言人也只是强调如何与中国进行接触和呼吁，并且认为双方对话对于确保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有重要的作用等等。显然呢，美国是将自己塑造为积极谋求对话的一方，将中美关系持续低位的责任呢甩给中国。此外呢，对于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前景，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亚洲国家都比较担心，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美国的这一连串操作也都有非常明确的盟国管理的色彩。拜登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也表达了中美关系即将解冻的信息。既然如此呢，那美国应该拿出行动，从搬开中美军方高层交往的障碍开始。香格里拉对话会不仅是亚洲安全议题的高水平对话平台，也是中美管控分歧、推进对话的机会。日媒也在爆料，中日防长将在相会期间会谈，但美日与菲律宾举行的三国海上联演也与相会同步。那您对此有何评论呢？日本刚刚举行了七国集团峰会，不断推动七国集团这一多边平台的重心向亚太转移。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发出了诸多针对中国的声音。日本的战略调整，或者说从安倍以来的日本谋求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大战略，是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一大挑战。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日本积极介入和表态。岸田首相还突然访问了基辅。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呢，更是邀请泽连斯基总统与会。日本在西方国家集团中扮演的角色的分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日本的战略目标无外乎就是摆脱战败国身份，重塑军事政治大国的身份，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今年以来，日韩关系和解，两国领导人穿梭外交，美日美韩两个双边同盟朝着美日韩三边同盟转型。菲律宾大选之后，美日与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合作升级。此次在相会期间举行的联合演习是美日主动倡议，也是美日菲三国首次举行演习。演习的规模不大，但是具有象征意义。日本借助美国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双边军事合作机制，浑水摸鱼，不断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合作范围。另外呢，美日菲联合军演有可能常态化和制度化，日本也可以借船出海。岸田政府大幅度提高了日本的防务开支，恢复军事政治大国的意图呢更加的显露。可以说，日本自安倍以来的战略转型的冲击将远远超过上个世纪80年代傅高义所说的日本第一的冲击。彼时的日本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体系之内，美日经济战呢也只是美国对体系内崛起的经济大国的敲打。而现在的日本借助美国的军事同盟网络不断渗透，日美关系的结构呢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日本的一系列举动背后呢潜藏着这样的逻辑和意图。好，谢谢孙新杰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国委员兼外长秦刚周二会见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时表示，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把准方向盘，及时踩刹车，避免危险驾驶，善于踩油门，推进互利合作。然而，日本政府联手美国构筑小院高墙，对华技术封锁，打压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对此，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当面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严正交涉。秦刚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将创造前所未有的增长潜力和市场需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致力于为包括特斯拉公司在内的各国企业打造更好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一个健康、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既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
拿特斯拉汽车来比喻，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把准方向盘，沿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方向前进。及时踩刹车，避免危险驾驶；善于踩油门，推进互利合作。马斯克表示，中国人民勤奋、智慧，中国发展成就理所当然，美中利益交融，如同连体婴儿，彼此密不可分。特斯拉公司反对脱钩断链，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在马斯克访华前，特斯拉已宣布加码在华投资。今年4月，特斯拉称将在上海新建储能超级工厂。马斯克此次乘坐私人飞机访华的第2站，预料将是上海。这座布局未来赛道的工厂将生产超大型商用储能电池。初期规划年产商用储能电池可达1万台，储能规模近40亿瓦时，产品覆盖全球市场。这是马斯克时隔3年来首次访问中国。中国是特斯拉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市场，其上海工厂是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最大的生产中心。马斯克还有一个身份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他于30号在微博表示，中国的航天工程计划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加超前。马斯克等美国有识之士希望促进中美经济交流，然而美国也有一些人还在搞脱钩断链。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26号在底特律举行会晤，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出了先进芯片制造合作的路线图，重申需在高科技领域和供应链上密切合作。此外，美国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是其在科技领域小院高墙在亚太的延伸。1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27号在供应链领域达成一项协议，加强芯片、关键矿物等基本材料的供应链，以减少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对于美日半导体合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我们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我们也反对搞小圈子，反对搞歧视性、排他性的合作。我们更认为不应该为了维护霸权或者是私利就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中方也将密切地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正积极重建半导体产业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8号会见海外多家半导体制造商的高管，呼吁他们在日本开展产业协作。分析认为，美国不具备单独打造产业链的能力，因此具备一定半导体制造基础的日本获得了更多参与半导体产业链的机会。日本希望重现日本半导体产业昔日的荣光，只不过这个目标能否实现，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近几十年，日本在这个高科技这个研发领域的投资是不足的。日本很多相关的产业实际上已经转出去了，包括特别是半导体啊、化工材料这类的产业，大部分是转出去了，其中一部分是转移到中国。即便它已经转移出去，但是它从制造能力上看的话，和制造这个恢复制造的这个雄心上看的话，还是很强的。好，希望你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针对美日半导体合作，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均作出严正交涉。美日半导体合作究竟给中国带来哪些危害呢？主持人好。美日半导体合作呢有3方面的特点，每一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会带来较大的危害。特别呢是日本对华半导体的限制尤其恶劣，力度远超美国，因此呢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敦促日本纠正错误做法，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首先呢，日本对华半导体限制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今年1月，日本加入到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行列，限制向中国供应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3月份呢，日本政府宣布限制23种半导体制造技术和设备的出口。现在呢是公布了具体的限制措施，其中呢就包含了中低端的半导体技术，还将成熟的技术也列入了出口管制之中。受限的日本企业呢有10多家，将影响中国对关键芯片的生产，可能广泛波及到中国汽车、洗衣机等产品。西方媒体说呀，日本的这一行动对中国制造业来说带来的影响可能要比美国此前的措施更加猛烈，将扼杀中国未来发展先进半导体芯片新制程的可能，很可能呢止步于14纳米制程。其次呢，美日半导体合作可能引发破窗效应，
进而促使美国的其他盟友对中国发难。日本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措施比美国更严厉，很可能呢促使这个韩国、荷兰和中国台湾等地啊进一步的配合美国战略，跟进美国所谓有岸外包政策，大幅的减少对中国市场的芯片、技术和设备供应。这将对中国独立自主的进行半导体制造和开发带来很大的困难。美日荷韩四国加上中国台湾，主导着半导体产业链，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供应，可能呢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此呀，美国的长臂管辖很可能从半导体领域扩大到其他领域。美日经贸官员呢，在提出半导体合作的线路图以后，进一步的承诺将加强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电脑等技术方面的合作，以推动双边经济安全合作，致力于对中国去风险化。这种带有启示性、排他性的小圈子合作，会不会像病毒一样扩散到其他技术和产业领域，是值得观察的。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5月30号上午9时31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16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指令长景海鹏、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载荷专家桂海潮3名航天员组成。下午16时29分，飞船与空间站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18时22分，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在天宫会师，并拍下全家福。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来看深圳卫视特派记者在前方为我们发回的报道。5、4、3、2、1，点火！起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我身后就是已经点火的火箭。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的第2次飞行任务。现在我们能感受到地面强烈的震撼，声音也是震耳欲聋。我身后的长征2F-16火箭正在用它巨大的推力，将神舟16号载人飞船推入太空，奔向中国空间站。现在现场的观众也是一片欢呼，用各种拍摄方式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9时31分，搭载神舟16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6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16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我宣布，神舟16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升空过程中，航天员看着窗外，兴奋不已。上天后的第一感受是很舒服，非常平稳，坐火箭太爽了。在30号早上举行的神舟16号载人飞船出征仪式上，3名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出场亮相。航天驾驶员景海鹏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来自航天员大队，主要负责直接操纵、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技术试验。载荷专家桂海潮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教授，主要负责空间科学实验载荷的在轨操作。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16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是否出征？请指示航天员景海鹏、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桂海潮，出发！是。出征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令人激动。在举行完简短的出征仪式后，3位航天员向现场的所有人挥手致意，乘车前往发射场，进行他们的太空之旅。我现在就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温贴阁广场，神16乘组的3位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正准备乘车前往发射场。我们看到现场欢送的气氛十分热烈，大家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鲜花，为航天员送上出征祝福。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6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23年5月30号16时29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6.5小时。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16号发射后，已经通过快速交会对接的模式，经过约6.5个小时的飞行，与空间站对接成功。这次交会对接是8吨重的神舟飞船与100吨级的空间站组合体实施镜像对接，任务难度很高，也对对接机构的正常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此前，我国在太空进行的航天器交会对接大多是在水平方向，而镜像交会对接则可以理解为从垂直方向进行对接。虽然此前神舟13号、14号都已经完成过镜像对接，相当于有了经验，而此次神舟16号是第一次与3舱构型的空间站进行镜像交会对接。这个是我们首次对这个梯形空间站组合体实施镜像对接。我们这次对接呢，存在一个较大的一个偏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挑战。当飞船完成姿态调整，处于和空间站垂直方向的时候，神舟16号还不能直接与空间站对接，而是还需要进行一个转身。在200米保持的期间呢，它还有一个滚动180度的这样一个调姿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它要转个圈儿。这个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对接机构的方向。在最后对接过程中，神舟16号将不断靠近核心舱镜像对接口，在相距19米的时候，飞船还要进行短暂的停留，对最终状态进行确认。最后，神舟16号缓缓靠近核心舱，此时飞船上的主动捕获装置在对接时会提前伸出，就在与核心舱的对接机构接触的一瞬间，紧紧抓住并拉回再锁死，最终完成对接。这一系列动作全部都由飞船自主完成。现在就是我们分别从天河看天舟和从神舟看这个空间站组合体的两度画面。对，我们现在看到2个飞行器在逐渐的接近。这个最后靠拢的过程是比较关键的，因为要进行6自由度的控制，就是相对的位置3个量、速度3个量、角度3个量以及角速度，一共是12个变量的精细化控制，为最终的对接接触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理想的初始条件。最终对接机构的捕获是在北京时间的16点22分左右。对，这代表我们交会对接任务已经完成了大部分了。对接机构捕获。对。神舟16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完捕获，仪表显示对接完成。完毕。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18时22分，翘盼已久的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入驻天宫。随后，2个航天员乘组共6名航天员拍下全家福，这也是中国航天员乘组在太空实现的第2次会师。之后，神舟15号、16号2个乘组将在空间站共同在轨生活工作5天。目前，在空间站上存有大量不同类别的物资，包括维修、操作相关的工具，还有航天员生活需要的食品、服装以及应用系统需要用到的试验样品。在2个乘组共同在轨的时间里，需要将这些物资进行交接。这么庞大的物资，我们是利用空间站设计好的这些存储空间来分类存放的，所以呢，乘组需要对于不同类别的物资存放在哪里，需要给那个16乘组做一个交接。此外，空间站内的一些日常维护性的工作，包括工作项目具体的操作，神舟15号乘组都将与神舟16号乘组进行交接。因为在地面的培训和地面的验证，它毕竟和在轨的实际情况还是有一个差异的。那在轨实际情况肯定是目前的这个乘组，它的对情况是最了解。此外呢，还有一些在轨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经验，这个呢也是需要对于新的乘组去给他们做这么一个交流和交接的。在神舟15号乘组撤离阶段，他们还会对撤离前的垃圾和返回地面物资进行整理，对飞船状态设置。撤离前1天，还会和地面共同确认物资存放状态、对接通道多余物检查等工作。据悉，中国空间站任务分为关键技术验证、在轨建造和应用与发展3个阶段。2022年，中国航天实施了6次飞行任务，完成我国空间站在轨建造。其中，神舟15号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
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则是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的第2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首个载人飞行任务。此次太空出差3人组中，36岁的北航博导桂海潮作为我国首位载荷专家备受关注。不少网友脑洞大开地讨论他会如何在太空指导学生催交论文等。这位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用自己的勤奋努力，真正实现了从追梦人到圆梦人的征程。而我国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航天人才选拔培养梯队，包括港澳地区的同胞也已进入载荷专家的候选队伍。星辰大海的征程正向每一位中国人招手。30号上午临出征前，3位航天员整装待发，精神饱满。桂海潮热情地向镜头挥手，自信地和大家比大拇指，还和其他2位航天员一一击掌。桂海潮此次主要负责空间科学实验载荷的在轨操作。就在他的母校和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园里，老师和同学们共同观看了火箭发射直播，并心潮澎湃地为桂老师加油。年仅36岁的桂海潮是北航的青年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航天器动力学、制导导航与控制技术，承担深空探测导论、非线性控制理论等本研课程教学任务。桂海潮在北航任教以来，共指导了1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其中有3名已经顺利毕业。目前他门下还有3名博士和4名硕士生。有不少网友脑洞大开地编起对话来：洞3，你还有7个学生没毕业，问题不大，天上可以开组会。还有网友模仿桂老师语气说：下周的课暂停一下，我要去一趟太空。同学们，我上个天，论文记得按时交，我在天上盯着你们。